嘿嘿，今天做了个软糯香甜的红豆馅儿，不需要炒馅儿哦，特别省事儿。这个红豆馅儿非常好吃，入口很绵软，有浓郁的豆香和奶香，口感很丰富。先卖个关子，要想做出口感层次丰富的红豆馅儿，要多加一样材料，是什么材料呢？马上揭晓。红豆先提前用清水给它浸泡1晚上，一定要先提前浸泡，如果不浸泡直接煮的话，里边就不会特别的软糯。第二天泡发以后，就给它先焯1遍水，凉水下锅，煮开了以后就关火，把水倒掉，这样可以去除豆腥味儿。然后再把豆子放到电饭煲里，再重新加水。这个水量不是固定的，根据你的材料吸水性还有电饭煲煮饭时长可能都要调整。我是刚开始放了600克水，用电饭煲煮饭功能加热，中途可以打开盖子看一看，如果没水了，豆子还没熟，就再加点水。1个程序以后尝一尝，还不够绵软的话，可以再来1个程序。最后煮好以后，最合适的状态就是豆子也绵软了，锅里没有多余的水，这样就特别省事儿。再加入其他材料，趁热拌匀就可以了。趁热加入淡奶油、糖、黄油和盐。开始我说让红豆馅口感层次丰富的材料就是盐，可以加1到2克，这个红豆馅的口感就显得很立体，很有层次，还能更突出奶香、甜味和豆香。拌匀以后，这个红豆馅就做好了，真的很简单吧？看这个状态是绵软湿润的，然后你给它放到冰箱里去冷藏。冷藏过后，它也是可以捏成团的，这样包馅的时候也好包，吃的时候也非常绵软湿润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煮的时候没控制好水量，豆子煮熟了又加了淡奶油、糖什么的，这个豆馅太稀了，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为了给你们解决，我特意又做了一次，还特意多加了水，怎么样？我够意思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就给它放到一个平的烤盘里，然后放到烤箱里，用120度去烘烤，每15分钟拿出来搅拌一次。搅拌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把边儿也搅拌一下，因为最容易干的就是边儿。等到里边的水分都烤没了，这样这个豆馅就做好啦。这个就是最后的状态。表面看上去是有点干的，但是你搅拌完以后，它还是非常绵软湿润的。干湿程度自己可以调节，因为这个豆馅我是准备做面包用的，所以没有给它弄太干。这个红豆馅非常好吃，沙沙的、软软的，还能吃到红豆的颗粒，奶香浓郁，也不齁甜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做了2次，我特意1份放了盐，1份没放盐，2个味道其实都很好，但是对比以后放盐的口感更丰富，也更突出甜味和奶味。这不是有句老话吗？要想甜来点盐，盐还能抑制豆子的苦味，放大甜味的敏感度，这样咸甜交织就能更提升风味层次。做好的红豆馅可以给它分装好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保存，可以保存2个月。2个月之内它的风味会比较稳定，所以最好在2个月之内给它吃掉。